你記住，碗有三不端，菜有三不發。邊三隻碗唔端得啊？第一隻親戚朋友嘅碗冇端。嗱，注意啦，呢度講嘅碗有三不端，咁端碗除咗係食飯嘅意思，仲有揾錢揾兩餐晏仔謀生嘅意思。嗱，俗語好慣用飯啊碗啊嚟指代揾錢嘅，例如話鐵飯碗啦，揾兩餐晏仔啦，食碗面反碗底之類，係咪？咁碗有三不端，第一隻唔可以端嘅就係親戚朋友嘅碗唔端得啦。言下之意即係話唔好同親戚朋友夾份做生意，唔好打親戚工咁解。有句說話，窮死不耕，匠人田啊嘛，意思即係話就算再窮都好，都唔好耕外父塊田，因為多咗一層關係喺度，做起事上嚟就住啦。可能因為工作上嘅嘢引起家庭矛盾，可能因為金錢瓜葛搞到大家搲爛塊面，搞到大家親戚朋友都冇得做，關係越嚟越疏遠，甚至係破裂。所以話越係親近嘅關係就越係要有分寸，特別係夾份做生意呢樣嘢就要明算賬咯。咁你有冇同親戚朋友打過工？有冇同親戚朋友夾份做過生意啦吓？咁第二隻有咩碗呢？辣手個碗你就冇端啊。嗱，燙用粵語就叫做辣，咁燙手就叫做辣手啦，係咪？咁乜嘢叫做燙手嘅碗呢？指嘅係嗰啲為咗自己嘅利益去做一啲冒險嘅事，又或者係做一啲好難搞得掂、好棘手嘅豬頭骨啦。咁譬如話人到中年，有一份工已經做咗好耐噶啦，覺得自己好有經驗，乜嘢事都可以處理得好好，同時有啲咩豬頭骨啊，有啲咩難搞嘅事都揾到你嘅。但係呢個時候你就要注意啦，如果係未有十足嘅把握嘅嘢，最好就咪鬼做啦，因為做得唔好嘅話，唔單止影響人哋對自己嘅印象，仲有可能影響自己嘅前途嘅。豬頭骨好惡啃嘅。咁第三隻有咩碗啊？揾壞錢嘅碗你就冇端啦。有冇試過身邊有朋友同你講，你依家先揾得雞碎咁多，跟我做啦，時間短，見效快啊，揾嘅錢又比你依家多喎。咁你聽佢講得咁好啦，信佢即刻翻去辭咗份工，諗住食大茶飯。點不知到頭嚟先至發覺呢一種短平快嘅揾錢方式，大多數都係有問題嘅，代價好大，風險亦都好大，到頭嚟搞到血本無歸啊！尤其人到中年就要識得沉住氣啦，要理性分析，冇跟風，要知道收益越高，風險代價就會越高噶啦。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，就算有都唔輪到你。咁財有三不發又係咩嚟呢？發財都有分，邊樣發得唔發得嘅咩？梗有啦，斷人米路個菜你就冇法啦。咁做生意相互競爭都係好正常，但係如果喺做生意嘅過程中為咗利益，將自己同行逼上絕路，斷咗人哋米路，將人哋嘅財路攔斷嘅話，可能就會自食惡果啦。咁正所謂斷人財路，猶如殺人父母啊嘛。例如話《水滸傳》入邊嘅楊志，有一次佢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之命，負責押送10萬貫生辰綱，即係生日禮物吓，送俾東京嘅一位太師，亦都係梁中書嘅外父蔡京作為賀壽嘅。點不知俾姚蓋、公孫勝等7人用蒙汗藥迷暈咗楊志，仲搶走咗呢10萬貫嘅生辰綱。須知道楊志係好唔容易先可以踏上梁中書呢個大人物嘅，仲有機會去拜見當朝嘅太師蔡京，咁可以講話前途一片光明嘅。但係依家俾姚蓋佢哋咁樣一搞，簡直就係斷送咗佢財路，斬斷咗佢米路啦。當時楊志想自殺嘅心都有，所以話斷人米路嘅財唔發得，會有報應嘅。咁第二種又係咩財啊？利用親戚朋友個菜你就冇法啦。人到中年，屋企人啊、親戚朋友嘅感情都係好重要，但係偏偏有啲人就為咗揾錢，就連同親戚朋友之間嘅信任感情都攞嚟利用，做出一啲違背良心嘅事，又或者係呃親戚朋友嘅錢。咁呢啲財唔發好過發啦。因為感情比錢更加重要，錢冇咗可以再揾，但係感情冇咗，又或者感情出現咗一道裂痕嘅話，就好難去修復噶啦。所以唔好厚住面皮、硬住頭皮去同親戚朋友 sell 各種嘅保險，又或者係 sell 各種嘅投資項目。透支咗感情嘅話，到頭嚟咪錢就揾到啦，但係關係就到此為止啊。咁最後一個又係咩財啊？
不義之財就冇法啦。嗱，正所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揾錢固然之係重要，但係揾嘅錢就一定要乾淨，要憑住自己嘅良心，通過正確嘅渠道去獲得咯。行正道，天道酬勤，個天先至會俾好嘅機遇，俾好嘅福報你噶嘛。但係如果靠損害他人得翻嚟嘅錢，又或者係靠以權謀私貪翻嚟嘅錢，或者係靠偷呃拐騙翻嚟嘅錢，呢啲不義之財唔發好嘅法啦，有損陰德啊！唔單止會受到良心嘅譴責，仲會受到法律嘅制裁啊！咁呢個就係老祖宗留低嘅碗有三不端，財有三不發啦。所以無論我哋幾咁艱難都好，都唔好忘本，唔好成為一個忘恩負義嘅人，要識得感恩，按照咁樣嘅準則去要求自己嘅話，我相信你嘅運氣唔會差得去邊嘅。好啦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有冇試過打親戚工呢？有冇試過同親戚朋友夾份做生意，係咩感受呢？留言分享一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